这一节介绍的是 KiCad 的偏好设定，按快捷键 Ctrl 加逗号，开启偏好设定视窗。在这里可以对共同、滑鼠和触控板、快捷键、资料收集、符号编辑器、原理图编辑器、封装编辑器、PCB 编辑器、3D 检视器、Gerber 档案检视器、图纸编辑器、套件和更新等来进行偏好设定。本节将针对快捷键、原理图编辑器、PCB 编辑器的偏好设定做重点式介绍，其他未介绍到的部分，若后续章节有应用到，则会再做介绍。首先介绍快捷键偏好设定。单击快捷键 KiCad 的快捷键分成 3D 检视器、共同、原理图编辑器、Gerber 档案检视器、工程管理器、PCB 编辑器、图纸编辑器等7类，其中共同这类命令的快捷键可以在每个 KiCad 程式之间共用。在筛选栏位输入筛选文字，例如输入网格，可立即筛选出与网格相关的命令，从这里即可查询到已指定的快捷键。对命令名称双击滑鼠左键，可以新增、删除或更换 KiCad 命令的快捷键。单击右键，则可在快衔选单中进行编辑、替代、撤销、变更、清除关联的快捷键、清除指定的替代、恢复预设值。例如，在共同中的网格原点命令双击，出现设定快捷键视窗，按下新的快捷键 Ctrl 加 H， 此时会看到网格原点命令名称右上角出现星号，代表尚未储存。此时可对网格原点命令单击滑鼠右键，在单击快衔选单中的撤销变更、恢复原有设定，或单击确定完成新增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完成新增了。确定网格原点已经新增的快捷键 Ctrl 加 H， 您可以将相同的快捷键分配给不同的 KiCad 应用程式，例如原理图编辑器和 PCB 编辑器中的不同操作，但不能将一个快捷键分配给同一程式中的多个操作。例如，双击已指派快捷键的网格原点命令，出现设定快捷键视窗，按下新的快捷键 Ctrl 加 D， 出现 Ctrl 加 D 已经分配给建立副本部分的共同，你确定修改其分配吗？在这边我们不修改，所以按 For。 在双击网格原点命令，再按下新的快捷键 Ctrl 加 Shift 加 D， 单击确定完成变更。让我们再次确认是否已经完成变更了。从这里可以发现，已经将网格原点的快捷键更改成 Ctrl 加 Shift 加 D。快捷键的偏好设定会储存在 user.hotkeys 档案中，你可以单击开启偏好设定目录，找到这个档案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在一台电脑上以你喜欢的方式配置了 KiCad 快捷键，则可以透过汇入快捷键功能按钮汇入 user.hotkey 档，将该配置传输到另一台电脑。若是要重置快捷键为预设值，可单击重置快捷键为预设值
功能按钮。确认重置完成之后，单击确定。接着介绍原理图编辑器偏好设定，单击原理图编辑器。第一个项目为显示选项，可以设定的内容有渲染引擎、显示网格、游标、外观、选择 and 高亮、交叉探测等。第二个项目是网格，在网格列表中可以新增、删除网格以及调整网格的顺序。在快速切换网格中，可从快拉式选单设定快捷键 Alt+1 与 Alt+2 的网格。在网格覆盖中，可启用或取消网格覆盖的项目，也可以从下拉式选单设定网格。第三个项目是编辑选项，内容包含有编辑、新物件的预设值、选择、滑鼠左键命令、符号栏位自动放置、重复项目、对话方块偏好设定等。第四个项目是批注选项，内容有自动批注符号、顺序、编号方式。预设会自动批注符号，按 X 位置排列符号，然后使用0数字之后的编号。第五个项目是颜色，在此可以新增或修改配色主题的内容。预设是 KiCad Default 只读。制定颜色主题的操作步骤如下：单击选取主题选单中的新主题，在新增配色主题视窗中输入新主题名称，例如 SCH 至1，单击确定。单击要修改项目的颜色框，例如图纸。从出现的颜色选择器视窗中选择颜色，例如 Blue 4，然后单击确定。在主题预览视窗中即可看到图纸的颜色已更换成 Blue 4。将所想要的颜色主题设定完成之后，单击确定即完成制定的新主题。若要删除制定颜色主题 SCH 至1，则在颜色设定视窗中单击开启主题资料夹，删除档案 SCH 至1.json， 关闭视窗返回，单击确定。删除制定颜色主题 SCH 至1的效果会在重新开启 KiCad 后才会生效。我们先关闭，然后再开启 KiCad。那我们确定一下，在颜色主题下式选单中已经找不到 SCH 至1这一个颜色主题了。第6个项目是栏位名称模板，这是在符号属性视窗新增制定的栏位，单击加号新增，单击垃圾桶删除。再接着介绍 PCB 编辑器偏好设定，单击 PCB 编辑器。第一个项目为显示选项，显示选项的设定内容共有渲染引擎、显示网格、游标、批注、间隙边框、选择 and 高亮、交叉探测等7组。在编辑 PCB 时，通常都使用预设的设定，较常随着编辑需要而调整设定的为显示网格、游标与交叉探测。在显示网格中，可以设置网格样式、点、线、小十字、网格粗细、最小网格间距、网格吸附、
通常 1.0 画素粗细的线条看起来最好，而将网格吸附设置为总视，有助于在调整物件和绘制布线时，准确地找到网格上水平线和垂直线相交的点。在游标项目中，可以在小十字线与全视窗十字线两种游标形状之间切换。在对齐彼此不靠近的物件时，建议采用全视窗十字线。交叉探测是一种将原理图符号链接到其对应封装的功能。在启用的交叉探测选项，并且将 PCB-New 和 Schema 视窗并排。当单级 PCB-New 中的封装时， Schema 将以相关符号为中心平移视图，并且放大高亮显示符号。反之，单级 Schema 的符号时， PCB-New 也会以相关封装为中心平移视图，并且放大高亮显示封装。第二个项目是网格。在网格列表中，可以新增或删除网格，以及调整网格的顺序。在快速切换网格中，可从下式选单设定快捷键 Alt+1 与 Alt+2 的网格。在网格覆盖中，可启用或取消网格覆盖的项目，也可以从下式选单设定网格。第三个项目是圆点和轴，在此可以更改 PCB-New 坐标系的圆点和方向。PCB-New 的圆点预设在左上角，也就是 X 轴是向右增加， Y 轴是向下增加。有时为了配合 CAD 软体，需要将圆点改设在左下角。改设的步骤如下之说明。首先，单级右侧工具栏的设定网格圆点，在单级页面左下角创建新圆点，开启编号设定的圆点和轴视窗，将显示圆点改为网格圆点，将 Y 轴更改为向上增加，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。设定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圆点已经改设在左下角，并且 X 轴是向右增加， Y 轴是向上增加。第四个项目为编辑选项，设定内容共有编辑选项、滑鼠左键命令、吸附点、飞线及其他等5组。下面将重点说明旋转命令的步进量及吸附点。编辑选项的旋转命令的步进量预设值为90度，若需要更精细的旋转控制，可以在此设定自定义值，例如30度。在吸附点中，可以从下拉式选单设置游标从步，或当建立新布线时，或总是吸附到焊盘、布线或图形。建议将3个吸附项目都设置为总是，如此将更容易精准地完成绘图或布线的绘制连接。第5个项目为颜色，在此可以新增或修改配色主题的内容。制定颜色主题的操作步骤与原理图编辑器相同，单击选取主题选单中的新主题，在新增配色主题视窗中输入新主题名称，例如 PCB-1，单击确定。单击要修改项目的颜色框，例如 V.CU， 然后从出现的颜色选择器视窗中选择颜色，例如 Green 4，单击确定。在主题预览视窗中即可看到 V.CU 的布线颜色已更换成 Green 4。将所想要的颜色主题设定完成之后，单击确定即完成制定的新主题。若要删除制定颜色主题 PCB-1， 则在颜色设定视窗中单击开启主题资料夹，
删除档案 PCB 至1.json， 关闭视窗后返回单击确定。删除自定颜色主题 PCB 至1的效果会在重新开启 KiCad 后才会生效。第6个项目为操作外挂，在此可以控制是否要在 PCB 令工具列显示外挂按钮，也可以上下移动调整外挂的排列顺序。开启外挂目录，重新载入外挂。KiCad 的偏好设定介绍就到这边结束。